DeepSeek 的爆火，你知道说明了一个什么事儿吗？那就是中国布局几十年的阳谋到了开花结果的时代了。咱家最顶级的阳谋啊，不只是开放24小时过境免签，这个呀格局小啦。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啊，中国的教育平权那才是真正的顶级阳谋。DeepSeek 就证明了这一点。DeepSeek 团队现在有100多号人，这些工程师啊都是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，一个海外人才都没有啊。按照梁文峰的说法 ，DeepSeek 团队都是一些 top 高校的应届毕业生，没毕业的博士、博五实习生，还有一些毕业才几年的年轻人。人才都是中国的也就算了，更关键就是啊，团队里有些成员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，比如说罗弗利，他说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，家是农村的，爸爸是电工，这个条件如果是放在美国，那他就成不了罗弗利了，因为美国的公立教育就是快乐教育嘛，学生随便学，老师糊弄教，下午2、3点就放学，也没什么课堂作业，哎，快乐是挺快乐的，但是啥也学不会，大学也考不上。咱们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知乎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强大了？有人就说啊，现在的中国人民都知道，教育是人生下来就该接受的东西。咱们中国不光是全民教育啊，而且是全民精英教育啊，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啊，有些贫困地区还有免费午餐、爱心捐赠，不会让你因为贫困饥饿而辍学。而美国呢，咱们前段时间中美大对战，我才发现啊，美国竟然有午餐贷这个玩意儿，你吃不饱饭可以贷款呀，而且贷款是有利率的哦，不贵，优惠后啊只要8%，而且还是利滚利，滚到有些人一辈子都还不清美利坚合众国的恩情啊。如果罗弗利生长在美国啊，即便他在小学阶段就发愤图强，考上大学，也会因为没有钱而放弃读书。不信你看一下美国学费有多高啊？美国网友说，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，美国大学学费达到了9万美元，大部分在3万到7万美元之间。也就是说啊，读个大学最便宜的一年啊要20多万人民币，这些还不包括生活费和住宿费。那你要是交不起学费也没关系，给你贷款啊，同样是利滚利。这个贷款很多人一辈子都还不清啊。你看奥巴马，他到43岁才还清了助学贷款，而此时啊，距离他当上美国总统只有4年时间了。而中国的学费呢，大多数都是3500到1万之间，而且如果家境不好可以申请贷款，在校期间没有利息啊，毕业之后开始计算利息，利息也非常低，大多数啊毕业1、2年就能够还清了。所以啊，你看出中美之间的差别没有？看似是中美科技在比拼，其实底层逻辑啊是在比拼人才。而美国啊，它虽然有好的大学、好的教育，但是啊，那都是为精英准备的，而精英阶层才多少人啊？他们又都冲着律师、医生这样的高薪岗位去了，所以啊，美国才会工程师短缺。而中国的顶级项目就是教育平权，让普通大众接受和精英阶层一样的教育，让全民都接受得起教育，这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都没人做到的事情，中国做到了。所以啊，中国才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，为各行各业储备了很多人才。所以啊 ，DeepSeek 作为一家不是那么出名的公司啊，才能招聘到那么多的中国 top 级的毕业生。以前美国比我们强的时候呢，美国的快乐教育弊端还没有显现，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顶级人才都往美国跑啊，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人才。而现在中国贸易战起来之后呢，国内的机会更多，工资甚至更高，发展机会也更好，吸引了很多人才回流，甚至啊，干脆我就不去美国留学或者是去工作了，在中国啊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。美国失去了华人科学家、华人工程师之后呢，自己又培养不出那么多的人才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找上了印度，还要放开 H1B 签证上限，而这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科技的西降东升。而中国啊，顶级阳谋教育平权，让我们迎来了科技大爆发，比亚迪、TikTok、大疆、Team、DeepSeek， 美国玩的用的都是中国制造。美国可以封 TikTok， 可以进大疆，但是挡不住中国崛起。